Hello，大家好。上次叔叔到我们家去，跟李俊说，他们这条路是他们自己私人花3000多块钱修的，需要新邻居他们现在出钱，具体出多少钱呢？他也没有说。他说当初他们一起出钱的时候，每家每户出的钱都是不一样的，有些出100-200，有些出200-300，还有出300-400的。我不知道他们具体需要多少钱。李俊问他。如果他给他们的话，200-300块钱可以吗？然后他也没有说话，就感觉好像200-300块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里这条路，之前我们也有从这里拉材料，他们也是问我们要过路费的。这条路不让我们拉材料，他说人走可以，但是拉材料不行。还有我们拉的那一堆砖，也是我们当初花了300块钱买的，临时的地拿来堆砖的。然后我们现在的那些砖都还没有扛下去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这里这一户叔叔呢，他们家现在还没有安装电，然后现在我们在竭尽的解决我们全村里面的电嘛，然后安装新的电杆。叔叔家也是比较获利的，因为他们在这里已经申请了2-3年了，都还没有申请下来这个电，然后我们就是找各种的关系把这个电给拉下来，这个电杆也是没有用的。然后叔叔家的房子就在这里，那条马路就在这里，因为他们获利了嘛，所以的话他们也出钱了，具体也不知道他们出了多少钱。然后还有这一户人家，他们也是出钱的，他们这里的是几兄弟比较多，3000多块钱分下来，一人出几百块钱。然后他们说这户人家就是现在的新邻居，他买的房子的原主人。他们说他们没有出钱，因为当时他们没有钱，压力比较大所以就没有出。但是他们的地是出了的，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地，原本他的地是这样出来的，然后还有上面那块三角地，当然现在已经送给新邻居了。然后但是他们之前修路的时候也是从这里挖下来的，那个地可能也占了一部分。然后现在呢，他们就说要新邻居他们一起 A 钱，如果是不出钱的话，这条路就不让他们拉材料。如果说哪一天他们偷偷的把材料拉得下来了之后，因为这边房子的叔叔每天都在上面放牛，白天在上面，晚上的话他会回去。如果他们看到邻居他们拉材料来了，他就会立马打电话给下面的这几户人家。这里他的房子已经倒塌了，已经没有房子在这里了。然后他就打电话给他们，让他们上来立马拦截他们，不让他们拉材料。所以就感觉整个村寨都是因为同一件事情在吵架。当初我们来的时候也是同一件事情再拿出来说，现在新邻居来了还是因为同一件事情在说。他们刚开始没卖房子之前一句话都不提过路费的事情，现在把房子买下来了，也把这个房子的周围环境打理出来了之后再来说要过路费，其实一点都不合理的。之前他们来村里面考察房子的时候，把各个房子都看个遍，然后这里它的位置比较合适，然后价钱也比较合适。当初也看了那个叔叔家的那个房子，他说要6万多块钱，然后他们就没有买嘛，就嫌贵了，没有买，所以的话就没有买他的，不知道是出于报复心理还是怎么样。所以就没有拿下，就买的是这个，可能是不太舒服。但他呢也一直都想把他的这个房子给卖出去。给大家看一下，他们到时候也会自己出钱把这里的这条毛路给它挖出来。其实这条路呢，因为它是自己私人要用嘛，自己出钱修出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但是他们这条路现在也还是毛路。这条路还不能正常的通车下来，那种技术好的司机的话可以拉货下来，像我们之前拉材料也是一样的。当时李俊也问了那个叔叔，他说那到时候硬化的时候他们要不要 A 钱，要不要一起出钱呢？然后叔叔他就不说话了，他就安静的不说话。所以在这个整条路当中，他只
在意他以前过去出了多少钱，从来没有想过以后要硬化出多少钱。以后要硬化，如果是他们出了这个钱的话，硬化他们绝对不会出钱的，因为他们到时候的借口就是我已经没在这里住了，我出什么钱？但是他还会来他的这个房子里面打理他的这些东西，是不是？而且的话，他还有地在这上面，每次需要拉东西，如果他的地在下面，然后他的车子直接开到下面来，然后东西直接上车，那是最方便的。这里的这块地大家可以看到，地和路的临接，肯定是占的比较多的。它整块地以前不是这样的，它以前地是就这样。不要说我们怎么知道，因为以前李俊他有来整个村寨，在2017年的时候就在这里来过，在这里来考察一下这个村寨。然后这个地呢就被修路剥削下去了。虽然当初他们没有出这个钱来修这条路，但是原房主他也出了地的。我是觉得要过路费这个事情是不合理的。这条路下来大概有50米左右，当初修毛路下来花了3000多，然后好几户人家平摊下来只出了200-300块钱这个样子平均。然后租主家也一起包括在内嘛，他们可能是在下面去一起商量了之后，然后再来跟我们说，你看租主家这个房子，它也是离这条马路比较近，然后新邻居他之前有问他说要6万块钱卖，后面他们买了这个房子了之后，他又说他这个其实5万块钱也是可以卖的。之前不少，然后后面他买了过后，可能真的觉得特别想卖，所以5万块钱，然后但是人家已经买下了。如果是他当初就答应扫下来的话，估计人家就买他这个房子了，估计也不会有那么多事情出现。现在新邻居他们还不知道这个事情，叔叔他只是来跟我们说，他说了一下，叫我们去给他们传达，我们是不承认给他们传达的，因为这个事情我们根本不参与。我说你如果要说的话，你直接去跟他们说嘛，让他们来的时候直接跟他说。然后我们怎么可能去做中间的这个事情？而且这上面跟我们也没有关系。如果我们去给他们传达的话，到时候传达的意思不一样，那到时候他们又会有多余的矛盾。然后叔叔他非要让我们传达，到现在为止他都还没有跟他们说，他说他不好意思说。他还知道不好意思说，其实叫我去说的话，我也不好意思呀，是不是？本来这个事情就不合理，所以大家不理解为什么他们来这里过后，为什么要租下那边那个房子？如果不租下那个房子的话，他们用电用水是没办法正常使用的，因为那边只有一条沟在出水，那条河沟呢就被他们先提前去霸占了，然后说是他们自己个人的。其实河沟的话，整个村寨的村民都说是，全部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，但他们去自己使用过后就说是他们的，就不让我们用，也不让新邻居他们用。我们之所以让新邻居他们把这个房子给租下来，就是一是为了拉近他们的关系，二呢也是为了把电给放在他们那个房子上面安全一些，第三就是为了拉水方便。如果把这个房子租下来了，你不可能不让我去拉水呀，是不是？我租房子我肯定得正常用水呀，所以就让他们去河沟里面拉。这个房子如果不租下来，他们是后续有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不了的。都说4000块钱不值得租6年，其实4000块钱租6年对于这个老房子来说确实不划算，但是为了打通这些所有事情，其实是划算的。就像这条路，我觉得可以拿租房子这件事情来说，那我既然租你的房子，那我肯定有正常的使用权。那他们没出钱，那他租房子给我们，他出钱了呀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是合理的。这样的话，到时候等他们自己去商量具体情况如何。但是我是不支持他们拿钱的，就像我们之前一样。